不要被这支吹风机美丽的外表给骗了。没有错，这支呢就是现在各大旅日频道都在推荐去日本必买的吹风机 ，Panasonic 新出的 EH-NC50，一支要价台币12000。那我自己呢已经使用2个月了，我可以很大声的跟大家说，先不要买。大家真的乖，真的先冷静一下，先不要误会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Panasonic 的吹风机的。但是呢，我今天真的要来当灭火大队。的确呢，它真的很漂亮，然后看起来效果好像非常好，1万多块台币，隔壁的 Dyson 也差不多价格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它的缺点真的太多了，官方根本就不会告诉你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当然也会跟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 NA0J 有没有？这支神机一定要来比较一下啊。还有这个 Dyson 的 HD16一定要来一下的。还没结束 ，Sharp 这支我超爱。一定要来比较一下啊！没有比较没有伤害，所以如果你现在要考虑买哪一支吹风机，或者你现在就已经站在日本电器行里面，我跟你说，先不要买，看完这集再来决定。那我们今天呢要评论这支 NC50，还得要从2022 Panasonic 他们推出的这支神机 NA0J 开始说起。那这支 NA0J 呢，我自己也是用了2年，我觉得它是 Panasonic 它目前完成度最高的一支作品哦。因为它刚出的时候其实就是改款嘛，他们第一次用了这种圆形风筒的形状。那这个吹嘴呢，我们先拆掉，然后它整体是走一个极简风，然后现在也出了很多颜色，什么白色、粉色啊，非常漂亮，然后保湿效果也非常好。我个人也非常爱它的温控，它的温控真的是我目前用过吹风机里面最厉害的，完全不会热，不会流汗，吹完就是一个舒爽。尤其女生真的很讨厌吹头发，但是有了这一支，心里就舒服很多。然后价格也还算过得去啦，就是日币3万8嘛，算下来台币7、8千 ，OK 啦。那今年推出的这个 NC 系列呢，你可能会以为是 NA0J 的改版，对不对？但我后来调查了一番呢，我发现他们是想要推出一个更高级，然后更贵的产品系列。就是其实它的推出并不是 NA0J 的替代品，这是有点像是 iPhone 的 Pro Max， 然后这有点像是16系列的那种感觉。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哦，大家你去官网看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有出了2支不同的 NC 系列，就是不同的价格，然后让你看不清楚它的功能到底差在哪边，然后就是差了台币大约5000块这样子，要分别割韭菜。不是，是打不同的市场。那他们2支呢，分别是高阶款，它是棕色的 EH-NC80，那价格的部分呢，一支是84000多，然后再来第二贵的就是我手上的这支 NC50，它就是只有黑色，它的价格是59400哦，那台币大约是12000左右。那这2支目前都是只有各一个颜色，我猜啦，因为之后新颜色要拿来操作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会非常好奇，这中间5000块到底是差在哪里？那这个呢，我也帮大家研究好了，就是最高阶那一款呢，它会比这个再多一个吹风模式，叫做 Smooth， 就是所谓的柔顺模式。然后内置的配件也会多一些，就是有一个梳子形状的吹嘴跟2个收纳配件。然后重点来了，它其实其他的里面的技术啊、风量啊，还有规格什么的都一样哦。这个17000我是真的花不下去啦。那我后来其实有想通，就是我觉得他们想要打高阶市场这件事情其实蛮合理的。假设你今天用 Panasonic 的角度来看，你卖一支7000多块的吹风机卖得好好的，它的效果非常好，然后消费者也非常喜欢，然后你就转头一看，看到隔壁棚 Dyson， 他们一支吹风机要卖1万多，还卖得那么好，你心里一定会不平衡啊。所以今天 Panasonic 也想要抢高单价市场，其实可以理解。那我在2个月前得知这个 NC 系列推出的消息的时候，我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我非常喜欢 NA0J 那支吹风机。我想说这个系列更贵，应该会更好用吧？就是这么漂亮的外表，然后他们又宣称有那个第2代高渗透奈米水离子的技术，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萤幕，肯定是要超强超好用的吧？至少我在拿到它的时候是这么想的。结果我在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就注意到它的风变小了。大家看它的出风口是不是比 NA0J 还要小非常多？就变成我要花更多时间吹头发来，我们这边直接实测4支吹风机给大家看，我直接计时好不好？直接计时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旧款的结果哦。这支 NA0J 我从全湿吹到全干，大家看我头发非常多哦，非常厚，非常多哦，花了5分14秒。然后呢 ，Dyson 的 HD16 5分30秒。好，然后再来夏普这一支我很爱的4分49秒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NC50， 它花了多少时间？5分33秒。然后另外一次我加吹嘴有没有？加吹嘴还更久，5分46秒。真的没有道理耶，真的不可能耶，1万多的吹风机还更慢。然后我还上网查资料，它的出风量是 NA0J 的1半。你吹得慢就算了，这支吹风机真的是少数我用过会吹一吹让我头发打结的吹风机耶。因为我发现它的风流有变得不一样，然后吹一吹就是大家不是都会用手去梳嘛，然后就会打结，而且不是打1、2次这么简单哦，它是一直持续的打结。那我其他吹风机也是这样子用啊，就没有在打结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想说应该是风流的问题吧，所以我就加了这个吹嘴，是不是有够奇怪的，就是很丑。那确实就是加了吹嘴之后就不会打结了。
By the way， 它唯一的配件就是这个。然后吹头发时间也变长，就是变成5分46秒。然后呢，下一个我还要提到就是温控，就我刚刚有提到过 NA0J 这支温控做的超好嘛，然后 Shark 这一支也做的非常好，就是吹完之后都非常的清爽。但是 NC50 这支竟然完全没有遗传到 NA0J 的优秀基因一点都没有我觉得基本上它没有在温控，就吹你的头皮或头发还是会被烫到。那我后来其实知道原因，就是因为它为了这个外形啊，还有新的这个3孔负离子，它出风口变小嘛，那它风量就已经变少。如果你今天还要再来一个温控，那你的吹头发时间就会拉很长，那就是真的会非常难看这样子。那讲了那么多缺点，它有没有优点呢？有，它有优点。就是它吹完是真的很顺，就是它还是我用过全部吹风机里面吹出来最顺的，有没有？高渗透奈米水离子第2代不是在叫假的，就它的技术是真的有到位，可是它的整体设计是有一些问题的，我觉得。就大家看我头发真的超级多又超级厚，然后一般呢我吹风机吹完通常都会炸毛，就是整个蓬起来这样子。那依照我头发蓬的程度，就会看得出来这是吹风机的保湿程度。如果它越保湿的话，就会越不蓬这样子。然后就真的每一次用 NC50 吹完之后，头发就是很柔顺，然后很水润这样子，然后摸也可以摸得出来，就它手感非常好。因为有些吹风机可能会毛躁啊，或者是摸起来柴柴的什么，可是这支不会。那如果要跟 NA0J 比的话呢，我会说它的保湿程度大概强了20% 吧。就是真的效果很不错，必须要说。就我觉得它的保湿技术其实是真的有到位，可是我觉得它为了这件事情有点牺牲太多了。然后呢，我还没有讲到这个萤幕，就是这个萤幕很酷，对不对？就是真的第一次在吹风机上面有看到萤幕这样子。那它上面的3个按钮呢，第一个是模式切换，就我们刚刚有说有3段模式嘛，就是 Moist、Straight 跟 Airy。那这3段模式呢，其实我自己吹出来我是感觉不出差异的，就我觉得都很保湿啊，然后我真的感觉不出差异。然后再来第2个是风量，它有3段风量可以调整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温度，它有5段的温度可以控制，其中就是包含头皮还有皮肤模式，所以就会发现它其实变得太复杂了，它不可能上面有一些灯啊什么来指示，那会变得就是一排灯这样子，所以就是萤幕变成一个必要。但是它的温度控制其实就是延续的 NA0J 的其中一个缺点，就是你每一次要切换冷热风，你都要按5次这个按钮，5次哦。就我今天只是想要切换冷热而已，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吗？就为了进步，然后变得很不直觉这样子。而且说实话，其实我打开吹风机大部分就是直接吹，也不会去管它有什么模式啊，或者切换冷热风。所以这个萤幕老实说我是没有在用的，所以对它的评价我真的不晓得。就是它风变小啊，然后重量又更重，然后体积几乎没有变，然后又更贵，吹起来又更烫。那的确它是有一些优点，例如说它设计也非常漂亮，就看到它会觉得非常高级，然后吹出来保湿效果也的确非常好。但是你要想想它的价格哦，它要12000台币耶，然后高阶款要17000。你说它今天有更好用也就算了，可是它真的没有，它没有。就我觉得，如果你今天真的要选一支吹风机的话 ，Panasonic NA0J 大概7-8000块台币非常好用，就功能都有到位，然后吹出来非常顺，然后又有新颜色可以选择。又或者是 Dyson HD16，它的功能很多，例如说它风很大，然后温控啊、自动辨识配件啊，或者是它放下会自动暂停，这些我觉得都很贴心。又或者是 Sharp 这一支呢，我觉得它的出风面积是最大的，然后温控又非常强，它是无脑使用的首选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更好的选择。当然啦，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要体验那个高渗透奈米水离子第2代，有没有？你非常追求很柔顺的头发，就是你非常注重保湿效果，其他你都不管了。然后你刚好又有那笔预算的话，我觉得 NC50 它也不是一支烂吹风机。就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缺点，就是跟其他的吹风机自优生比较的。而且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因为我今天是超长发嘛，然后我头发又非常硬。如果你今天是短发或其他的发质，也许你用起来就不会遇到我刚才说的问题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还是要看每个人情况，大家自己衡量咯。所以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决定要买哪一支吹风机，或者是你买了之后发现有哪些优点缺点是我没有讲到，也欢迎在留言区一起分享。那我自己平常在使用吹风机，其实我第一个想要拿起来的绝对不会是它，一定是刚才其他那3支其中一支这样子。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，就是吹到一半打结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又会烫到头皮，就是整个很不舒服啊。但是的确是加了吹嘴之后，它就比较不会打结，它那个风流就是比较正常这样子，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好看的外形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碎碎念就到这边。那之后如果有发现什么其他好用的吹风机，我也会开箱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